如果把文字當作是 Markdown 文章裡的血肉，那麼 Markdown 標記或許也能被視為是它的骨幹吧。Markdown 標記讓純文字的內容能夠簡單的描繪成帶有圖片、超鏈接、章節標題、字體變化等的多媒體 HTML 輸出，使得平面的文字躍升為更加形象與立體的展示。因此，在John Gruber於2004年發明了 Markdown 以後，各式各樣的 Markdown 應用豐富了許許多多的數位內容。Obsidian 筆記是透過 Markdown 語法來記錄的，因此唯有我們能夠充分掌握 Markdown 的精髓以後，我們才能夠更加容易的對筆記添磚加瓦。因此，透過這一支影片的完整介紹，相信朋友們可以更加容易而且更加迅速的掌握 Markdown 的一切。有了 Markdown 當作基礎以後，我們才能夠把 Obsidian 當作是更加方便使用的筆記利器。以下我們就開始來做介紹。Markdown 是什麼呢？ Markdown 是一個輕量級的標記語言，相對於複雜而且標籤眾多的 HTML， Markdown 更加的簡單，更加的容易使用。它能夠讓我們把純文字的內容賦予了格式化的標記，因此也就能夠讓我們從纯文字的內容變成是一個 HTML 的一個輸出。Markdown 提供了非常容易寫也很容易讀的標記格式，因此即使我們沒有在 HTML 或是瀏覽器裡面觀看它的輸出結果，我們從它的純文字裡面也可以很容易的感受到它的文字的整個提綱挈領的狀態。它是在2004年由 John Gruber 來發明的。那隨着科技的進步， Markdown 也衍生了非常多個不同的版本，各個不同的版本之間呢都有一點語法的小差異。那我們今天介紹的這些 Markdown 呢，應該會有90%的內容，除了 Obsidian 以外的其他的 Markdown 的應用呢，也都能夠通用。我們為什麼要學習 Markdown 呢？ Markdown 其實它的應用呢非常的廣泛，舉凡的網站、簡報、筆記、文件、書籍、電子郵件或者是即時通訊軟體等等，都有 Markdown 的蹤跡。而且呢，它因為它具備有非常高的一個可惜性，在各個平台裡面也都能夠獨立的来使用它。因此，我們所有的作業系統，包括的平板設備等等這些移動式的設備，也都能夠看得到 Markdown。它的影響可以說是與日俱增。Markdown 的應用呢，實在是非常多。我們下面這一個清單裡面就簡單的介紹了幾個。比如說線上 Markdown 的編輯器，有很老牌的 StackEdit， 還有協同運作的 HackMD。在靜態網站的產生器方面呢，有 Hugo、MKDocs、ViewPress 等等。在瀏覽器的擴充呢，也有 email 的一個格式轉換的擴充，叫做 Markdown Here。那我也建議大家可以安裝這個擴充。當我們在寫 email 的時候，透過它就可以直接把你書寫的文字內容轉換成是 Markdown， 然後變成是一個 HTML 的格式，變得更加的美觀。那格式下載變成 Markdown 呢，我們也介紹過這個 Markdownload 的這一個擴充。有了這個擴充，我們就可以把需要的網站下載成是 Markdown 的格式，那以方便能夠匯入我們的文件裡面来。然後至於 Markdown 的編輯器，那就更多了哦，從 Windows 的 Markdown Monster 一直到 iOS 裡面的 Typora 或者是 Drifts，或者是 macOS 裡面很多人用的 Bear 或 Craft， 可以說它非常多的 Markdown 的編輯器。即使你今天不使用 Obsidian 來當做 Markdown 的編輯器，也有非常多的別的編輯器可以来使用。接着我們來簡單的介紹一下 Markdown 它的處理的一個程序。通常我們的網頁要能夠讓一般的使用者看到之前，一般都是由網頁的設計師透過一個編輯器來產生成 HTML 跟 CSS， 然後就會產生成是一個靜態的網頁。那如果再加上了 JavaScript呢，就可以變成是一個動態可以跟我們互動的一個網頁。這個是由網頁工程師這一邊來做的這一個內容。但是如果對我們一般的學生、一般的白領階級、一般的知識工作者而言，我們其實是透過了一個文字的編輯器，這個可能就是可以是我們的一個記事本，但是我們書寫的內容呢，是用 Markdown 的格式，也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些標記的語法。只要照了這一些標記的語法以後呢，我們再透過 Markdown 編輯器或者是網頁的編輯器等等這些工具，它裡面內建的 Markdown 的 processor 或者是說 Markdown 的解析器，就能夠把我們的文字的內容透過這個解析器產生成是 HTML 跟 CSS 的一個外觀。這樣子呢，我們就可以在瀏覽器裡面呢，讓別的使用者來做觀看。因此我們今天要學習的就是這個文字編輯器裡面的這些標記到底要怎麼來使用它。最簡單的方法當然就是使用 Obsidian 來當作是我們的這個編輯器。我們可以在編輯的同時馬
馬上就可以在右邊看到輸出的結果。這樣子對我們學習 Markdown 呢，可以有非常快速的一個進展。Markdown 的標記其實可以分成2大類，也就是區塊標記跟行內的標記。所謂的區塊標記呢，就是這一個標記呢，它自己就佔了一塊區域它不會跟別人共用，它自己就形成自己一個獨立的一個區域。那行內標記呢，它可以跟別的文字一起在同一列裡面同時來呈現。那我們所有的 Markdown 的標記呢，就是分成這2大類，在後面的說明裡面會直接針對這所有的標記來做說明，那也不會特別再去區分它是區塊或者是行內。第一個要介紹的是標題的標記，也就是用井字號空白，必須在井字號後面至少要有一個空白，它會有6個就是1個井號到6個井號。那它其實呢，就是我們可以很簡單的來想象就是從帶頭的大哥、二哥、三哥一直到最後的6弟。那它的重要性呢，就是標記數越少呢，它的重要就越大，它的字體也就越大。通常的用法是1個井號呢是会当作是我筆記的檔名因此像我這一篇我的筆記的檔名就是用1個井字號這個表示是我的筆記的標題。章節標題呢就是2個井號，然後有細部的在下一集的標題的話呢就是3個井號，就是類似這樣子的方法來區分我們的章節標題。那這個就是用井號來當做標題的一個符號。那要請大家注意的就是井號後面一定要有一個空白，如果你没有空白的話，如果是井號後面直接接了別的文數字的話，那它会变成是標籤，請大家要特別注意。另外2種特別的標題，就是在寫了標題的下面一行如果是等號的話，它這一個內容呢，它就會變成是1級標題。那如果下面第2行是減號的話，它就會變成是2級標題。這個是特別的一個寫法，不過這種寫法比較起1個井號跟2個井號，它其實是比較少見的。通常我們在 Obsidian 裡面會用一個換行符號來分隔出2個不同的段落，也就是段落跟段落中間，我們只要用一個空行隔開，它就會形成是2個段落。另外在 Obsidian 設定的編輯器裡面有一個精確的換行符號，它會影響到 Obsidian 的段落的設定我們來實驗一下比如說我們在編輯器裡面把這個精確的換行符號這個選項給選取起來，把它勾選好。這個時候我們再回到我們的編輯器裡面來做插入，比如說我們這邊輸入了第1列，再來第2列，再來第3列，你可以看到我們右邊的這一個預覽的結果它會3列呢，其實它會緊接在一起，然後後面只用一個空白來做分隔。這個是因為我們剛剛有做了這一個精確的換行符號有勾選起來以後，它就會變成這樣的情況，也就是它會使用標準的 Markdown 的語法，必須透過嚴格的 Markdown 的語法，它才會做換行，也就是我們必須在每一列的最後面補上2到多個空白。比如說我們這邊多補了2個空白，你可以看到才會變成是3行。這個呢就是這個編輯的選項的設定的結果那我是建議大家可以把這個功能給取消了，因為這樣子取消以後就不需要管這個後面是不是有空白，它會跟我们輸入的內容完全一樣，就是我這邊螢幕上我輸入的內容是3行，其實結果也會是3行。那請大家要注意這個精確的換行符號，這個會影響到它換行的這一些控制。對於段落有一個下面這2個建議就是剛剛講的這個精確的換行符號這個不要勾選，還有呢就是我們一般段落的開頭不要加空白，因為你如果加了空白以後，尤其是你如果加了4個空白以上，它其實會变成是程式碼，那這個可能就不會是我們想要的內容。因此我建議大家前面就不要去做空白。你如果真的想要做空白的话，那建議你就是直接插入全形的空白，比如說我們插入2個全形的空白，那它其實看起来的結果也是跟4個半形的空白是一樣的一個內容。這是对於段落的一個建議。換行呢，我們剛剛已經講過，就是這個精確的換行符號會影響到換行的一個表現，那建議大家不要去勾選它，也就是說我們不要用最後面加2個空白的方法來做換行因為這樣子其實是會很麻煩。那另外在特殊的情況下面如果你在文字裡面需要做特定的換行的話，建議可以直接使用 HTML 的 BR break 這個標籤來做換行。那通常我們會在比如說表格的儲存格裡面在一個格子裡面你希望切割成2行，那這個時候呢你如果按 Enter 是沒辦法產生作用的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直接插入一個 BR 這個符號就可以。那這個就是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話，我們就直接使用 HTML 的這個 BR 標籤來做換行。接着我們來看看 Markdown 的文字變化。文字變化的標記有非常多個我們先從1個星號開始講起1個星號其實就是
血體，2個星號會變成粗體，3個星號會變成是粗血體。那相對於星號你也可以用底線，血體的話呢，你也可以是使用dollar sign，像我們这個使用 dollar sign， 也就是用 dollar sign 把你要变成血體的內容給整個含括起來，它就會變成是一個血體。那這個是一般是數學符號的時候在使用的。那我會建議大家是不管是1個星號、2個星號或是3個星號，這個寫法就固定成一種的寫法就好了。你如果習慣用星號，你就全部都用星號；你如果習慣用底線，你就全部用底線。這3種字體變化的一個寫法。那至於刪除這個符號呢，它就是用波浪號把文字夾起來，它就會變成是刪除的樣子。比如說我們這個地方就是前後有加上波浪號，它就會變成是刪除號。那高亮度的文字我們就可以用等號把它給括起来。比如說我們這邊前後用等號，就會变成是高亮的一個形式來做呈現。在這邊有一個要注意的就是說程式碼的寫法，程式碼是用倒引號來寫，像這個還沒講到了，不過大家先看一下。我們用倒引號裡面就可以寫一個程式碼，但是倒引號裡面有一個等號的話呢，它會變成是 data view 的一個運算式的寫法。data view 的 inline 的表示式它是用倒引號加等號。那像我們這邊我們需要做這個等號的輸出的時候呢，它會变成是有 data view 的錯誤，因此我們就把這個等號改成用這個 and 井號61分號這樣的方法，它就會變成是一個等號。ASCII code 到底在 HTML 裡面來怎麼表示呢？當你有需要查詢的時候，你就到瀏覽器裡面去查詢 HTML code， 就可以找到非常多的說明。下面講的這幾個其實不是 Markdown 的標記，但是因為跟字體的變化有關，所以我們也列在這邊一起講。下底線呢，我們必須使用 HTML 的 U 這個標籤，那這個是下底線。那上頂線也就是說在字體的上方出現的一些變化，你可以使用 HTML 的 Ruby 這一個標籤。那這個我在介紹漢字的 Ruby 的時候有介紹過，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我以前的影片。像這個漢字它的用法呢，就是使用 Ruby， 然後我們在這邊呢使用這個樣式Ruby dash position， 把它的格式設成是 over， 所以它會顯示在上面。因此我們這個漢字這個注音符號就會顯示在我們漢字的這2個中文字的上方。那如果你把這個 over 改成 under， 它就會變成是顯示在下方。你看我们看右邊它就跑到下面來了。你也可以使用特定的這一個寫法讓我們的文字的上方呢出現這個紅色的紅點，或者是用 border dash top 在上面畫一條線。那這個都是透過 CSS 樣式的修改來達成重點文字的提示。然後接着我們再講到上標誌跟下標誌。像我們的公式，說我們的公式像這個 E 等於 MC 平方，這個平方或是 CO2 的這個 2， 我們要把它變成是上標誌跟下標誌。在我們的Obsidian裡面的使用的方法有2種方法。第一種就是使用數學符號的這個 MathJax 這一寫法，那它的寫法就是用 dollar sign 把要的文字給標記起來，然後上標誌呢前面再加一個倒 V 的符號，那下標誌呢前面再加一個底線的符號。那要注意的因為這個數學符號dollar sign 括起來的這個符號，它會變成是斜體字。那第2種方法就是直接使用 HTML 的標籤，上標誌就是用 SUP， 下標誌就是使用 SUB， 不會是斜體的形式來呈現。這個是上標誌跟下標誌的寫法。那另外在行內程式碼的部分我們也可以直接使用程式碼，行內程式碼來做字體的變化。那它就是在要變化的文字的前後又加上倒引號就可以。接着我們來說明去塊引言的部分也就是我有一段要引用的文字我們又可以用大於跟空格來開頭。這個空白其實是可有可無啦，不過一般使用習慣上面都還是會多加一個空白。那這個看個人的習慣。那如果要再往下一層就是再多加一個大於就可以了。因此最外面的引用呢是大於，裡面要再引用第2層呢就是用大於大於，再要第3層呢就是大於大於大於，3個大於。在引用的區塊裡面，其實我們可以再使用別的 Markdown 的標記。至於哪一些標記可以用，或者是可能會產生一些錯誤那這個每一個不同的 Markdown 的解析程式會有不同的做法。那通常大家可能必須要自己實驗一下哪一些標記可以在區塊裡面來使用那這個使用好以後，可能就自己做一個記錄，將來要再次使用的時候就可以比較方便。這邊有幾個建議就是這個區塊引用的上面跟下面建議就是最好都多插一個空行來空開。尤其是你如果發現了解析的結果有一點異常的時候，你就是在你的標記
的上跟下都加上空行，通常就會變成是正確。引言通常其實是可以使用 Obsidian 新的這個 callouts 的語法來取代，也就是在這個大於後面加上一個中括號，那在中括號裡面加上驚嘆號跟要顯示的格式，這樣子可以做出像我目前大家看到的這個 Obsidian 這個 callouts 重點提示語法這樣子的一個呈現的內容。那這個是 callouts 的語法，建議大家就是引言的部分，其實用這個 callouts 的語法來寫的話，可以讓你的文字的內容可以得到一個更好的提示的一個效果。列表的部分有2種，就是有號碼的有序列表跟沒有號碼的無序列表，有這2大類。那有序列表的寫法就很簡單，就是只要數字開頭後面再加一個點，接着再加上一個或多個的空白，它就会变成是数字的一個列表的格式。像我們右邊這個1到6就是用1點空白2點空白這樣子來形成。那我們在寫這個列表的時候呢，這個數字呢其實是可以不用照順序的，因此如果簡單起見，你可以通通全部用1點空白，那到時候在呈現的時候呢，它会自己自动做排序。但是如果说你觉得你也希望你在編輯時候的這個順序也是已經排好的，先前其實有介紹過，如果你有一個數字不小心因為修改的關係，它的數字已經跑掉了，那你只要在任何的位置按下一個 tab， 那它會變成是內縮，也就是往下一層，再按一個 shift tab 把它移回來，它自己 Obsidian 呢會自動幫你把這一些有序列表裡面的數字再重新自動做一次重新的編號。那因此這個自動重新編號呢，它的操作方法就是這個樣子，先按 tab 再按一次 shift tab 就可以。那這個根據 Markdown 的標準，我們在第2層其實是可以用4個空格開頭，或者是加上一個 tab， 就會變成是第2個階層的一個列表。那這個是第2層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用這樣子的方法。那我這邊建議大家就是直接用數字跟點還有空白這樣的格式來寫列表，因為這個點其實我們也可以用右邊這個括號，右邊的圓括號也可以當作是列表的符號。那這個可能大家比較少用，比如說我們1圓的括號2，它也可以变成是一個列表的形式。那無序列表就更簡單就是剛剛把數字點改成用星號就可以了。因此你只要用星號再加一個空白，或者是減號或者是加號，它都可以变成是無序的列表。那我是建議大家啦，就是只要用一種符號，你如果習慣用星號，你就一直用星號，你如果習慣用減號就一直用減號。那請大家注意，就是說有的 Markdown 的解析器它這個減號加號它可能不會去解析，它只會解析星號。那因此我的建議就是最好是直接就全部都用星號，是会比較不會有問題的。程式碼的部分我們剛剛已經看過了，行內的程式碼只要在任何的位置用倒引號，它就會變成是一個程式碼一個顯示。3個倒引號開頭，像我們下面這一個範例3個倒引號開頭跟3個倒引號結尾，這個裡面就是一個程式碼的區塊，我們可以在這個區塊裡面輸入很多的一個程式碼的內容。Obsidian 有一個語法的擴充就是在第一個開頭的3個倒引號的後面可以加上你這一段程式碼它的程式語言，比如說我们是 HTML 的內容，你就在後面加上 HTML， 你是 JavaScript 的內容，你就可以寫上 JavaScript， 或者是 JS， 是 PHP 你就可以用 PHP 等等不同的程式語言可以再附記在後面。那至於我們在 Obsidian 裡面怎麼顯示程式碼區塊的整個完整的內容，包括它這3個倒引號，那這個很簡單，就是我們只要在3個倒引號的外面用4個倒引號括起來，像我們這個上下都有一個4個倒引號，把它給加起來，那它其實這個倒引號的符號就會呈現出來。因此在 Obsidian 裡面你就可以看到你完整的程式碼區塊的完整的寫法。水平分隔線就是只要輸入3個以上的星號、減號或者是底線就可以。通常我會建議大家就是最好在分隔線的上下都各插一個空行，免得它跟上下的一些標記產生了混淆，造成了最後呈現的結果不是我們需要的。通常我會使用減號來做，因為這個減號看起來也比較像是分隔符號。接着我們就來看一下超鏈接的寫法。超鏈接的寫法呢，基本上就是用中括號。中括號裡面寫的呢，就是我們要呈現在螢幕上面的一個顯示的內容，就是寫在中括號裡面。然後後面呢是用圓的括號，裡面就是放上網址，就是你要點擊以後要瀏覽的網址呢，就寫在圓的括號裡面。那後面你可以再加上一個空白，再用一個雙引號接上一個提示的文字。這根據測試Obsidian 裡面是沒有辦法顯示這個提示文字的。那如果你直接就是要把網址給直接顯示出來，那你可以不寫這一個顯示文字，你只要用小於跟大於
把這個網址給夾起來就可以，或者是你用小於跟大於呢，把你的 email 夾起來，也可以變成是一個網址的超鏈接。那另外還有一種引用的方法就是如果你有一個超鏈接在你的一篇文章裡面會被使用到很多次的時候，你不必每一次都寫這樣子的一個寫法，因為這樣子你的網址就要再重複不同的地方寫很多次。你可以給它一個代碼，比如說1，那在最後面你再用1，然後冒號，後面再寫上個網址，可以寫多個引用的標記，網址呢只在最後面寫一次。那這個是使用這個引用代碼的這個寫法。超鏈接的標記我們怎麼來記憶它其實這邊有一個小技巧，我們的成語內方外圓，就像我們這個通寶內方外圓，那你就把它想象成是前方後圓，所以其實前面是方的，因此我們前面是中括號是方的中括號，後面是圓的括號就是前方後圓。你如果把這個形象給記憶起來，你就不會每次都搞不清楚前面要用中括號還是圓括號，這樣子可以很快速的讓大家學會這一個超鏈接的這個寫法。這邊有幾個超鏈接的建議是如果你的網址裡面有空白的時候經常在做連結的时候會出現錯誤。那這個情況一個解決的方法就是你把你的空白改成20%。那20%這個20是16進位，也就是10進位的32，10進位的32的 ASCII code 其實就是空白，因此這個20%呢就會變成是空白。那另外一個方法是你把你的網址前後再多加一個小於跟大於，這樣子也可以讓這個空白變成是可以點擊的內容。另外一個，我們如果都不寫這樣子的超鏈接的這樣的寫法的話如果只是用 HTTP 冒號斜線斜線，或者是 HTTPS 冒號斜線斜線寫在我們的文字裡面Obsidian 會自動把它變成是超鏈接的一個網址。那內部鏈接的部分Obsidian 有擴充就是說你的本地的筆記的檔名你可以用2個中括號把它給夾起來，它就會變成是一個本地的一個路徑了。那如果說你的檔名筆記的檔名跟你要顯示在網頁上面的內容不同的時候呢，你可以加一個 pipe 的符號。那在 pipe 的符號後面呢，就可以寫上你特定的顯示的文字。那到时候在預覽頁面裡面這個會顯示成是pipe 後面的這個文字。可是點擊以後，它其實真正會開啟的呢是左邊的這一個筆記的檔。那這個是內部鏈接的一個寫法。那內部鏈接呢，我們也可以直接鏈接到某一個特定的標題。那只要你使用再多加一個井號，再選擇好你要鏈接過去的標題就可以了。或者是你的某篇筆記裡面你有寫上區塊代碼的話，那你就用這個 $V 符號後面再寫上區塊代碼，到時候點擊以後呢，它就會直接跳到你指定的這一篇筆記的這個指定的這個區塊位置去。那這個是內部鏈接的這個做法。如果剛剛的超鏈接的語法你已經很熟悉了的話，那圖片就更加簡單了我們就是使用超鏈接的寫法，相同的寫法，但是只要在最左邊加上一個驚嘆號就可以了它這個驚嘆號呢，意思就是直接參考我們指定的這個網址，把這個裡面的網址的內容直接給呈現出來，只要加上個驚嘆號就可以把圖片顯示出來了。那其他的語法呢，跟我們剛剛的超鏈接的語法全部都一樣。那Obsidian裡面呢，你要抓內部的圖案你也可以用2個中括號的方法，直接再加一個驚嘆號就可以把內部的圖片給顯示出來了。那甚至不是只有圖片比如說你有 PDF 檔或者是 MP3 或者是什麼別的檔案，基本上都可以用類似這樣子的語法把它给呈現出來。那圖片呢，因為它會有一個顯示的大小那在這邊呢就可以用擴充的語法我們只要在這個 pipe 的後面，我們剛剛這個 pipe 後面是在超鏈接指定它的提示的文字，那在這邊呢我們其實是可以加上 pipe 後面你只要寫上一個寬度比如說700，那它就會變成是用700 pixel 的大小來顯示你的圖片那這個就是用等比例的方法寬度是700px 的寬度來等比例的显示你的圖片。那如果你要自己指定高度的话，你就是再多加一個 x 這個符號，也就是比如說 700x500， 那你的高度就是 500px， 这個就是可以指定它的顯示大小的一個方法。跟圖片相關的另外一個圖片鏈接的寫法基本上就是只要在外面加上中括號，
然後在最後面呢再加上一個圓括號，把要鏈接的網址給指定進去，這樣就可以。其實就是在第一個中括號的裡面放上我們圖片的超鏈接的寫法，也就是驚嘆號、中括號跟圓括號，這樣子把圖片顯示出來以後，用中括號把它變成是一個鏈接的一個形式，因此呈現出來顯示呢是這個圖片，但是點擊以後呢，它會點擊後面的這一個鏈接的網址，這個就是圖片鏈接的一個寫法。表格有2種寫法，一種就是簡單的一個格式比如說像我們現在熒幕上面看到這個，我只要在標題後面加上 pipe 符號，做直欄的中間的分隔，比如說我們有3欄的話，就有2個 pipe 符號，然後接着第2行一定就是用減號減號或者是多個減號，然後一樣用 pipe 做分隔，其實就會形成是一個表格的格式了然後後面就是根據你的需要再加上你的每個儲存格的內容，中間全部用 pipe 來做分隔就可以了。那这個是簡單的格式。那另外一個比較複雜的格式我們可以讓我們的格子有做對齊的功能比如說像我們這邊第一個欄位是左靠，第2個是置中，第3個是右靠。那這種符號呢，就是前後都必須再加上 pipe 符號。然後在第2行的這個減號這邊前後都有 pipe 符號。那透過這個冒號來指定它是左靠，冒號在左邊呢就是左靠，冒號在最右邊呢就是右靠。如果前後都有冒號的話，它就是置中。那這個呢就是有对齐功能的一個表格。那因為這個表格格式，如果你要輸入的內容比較多的時候，我建議大家可以用 Advanced Tables 這個外掛，或者是 Table Editor 這一個外掛可以方便整個表格的輸出。如果我們儲存格裡面希望有多列的一個內容的話，你可以使用 HTML 的這個 BR 這個標籤來做分隔。那如果說你的儲存格裡面要使用到這個 pipe 這個符號的話，那因為它這個是欄位中間的分隔字元，你的 pipe 就沒有辦法很正常的來使用它。但是當你有需要的时候呢，你就要加上一個跳脫的字元。在 Obsidian 裡面的跳脫符號是用這個反斜線只要用反斜線後面再加上 pipe， 那這個 pipe 這個符號就能夠呈現出來。Obsidian 有一個區塊代碼那它是用倒 V 符號，後面你再加上一個區塊代碼文數字的區塊代碼。那這樣子當你有需要的時候呢，你就可以用2個中括號的方法來參考到它。那這個我們剛剛在講超鏈接的時候已經提過了。那注腳的部分注腳的部分呢，就是用中括號來使用，只要用中括號用個數字或者是注腳的代碼，它就會變成是自動會形成是一個注腳。比如說我們用下面這個來看一下就是我們要使用這個注腳的時候呢，要用這個倒 V 符號來使用它。比如說我這一邊我們定用中括號，然後裡面有一個倒 V 符號加上一個語言，當我們在呈現的時候呢，它會自動變成是一。那這個一的那個內容呢，實際上我們要在這個下面再指明有一個倒 V 符號語言冒號，然後後面就會有一個注解的一個說明，那這個就會形成所謂的一個注腳。我們 Obsidian 也提供了待辦事項或者是我們稱作任務這樣子一個語法。那通常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我們只要在輸入的描述以後，我們的 To Do List 的描述以後，直接按下一個 Ctrl Enter， 它就可以變成是一個任務的語法了。其實就是減號空一格，然後中括號。那中括號中間你必須要有一個空白或者是 X， 那空白表示是未完成，那如果有一個 X 的話呢，它就會變成是完成。那這個是它的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只要按下一個 Ctrl Enter 就可以。在 Obsidian 裡面，我們有2種方法可以把內容當作是注解，也就是不顯示在我們最後的結果裡面一個是使用 HTML 的注解的標記，就是小於驚嘆號減號減號，這個是開頭。那結尾呢，就是減號減號大於那這個是使用 HTML 的寫法。那如果你覺得這個寫法比較麻煩的話，你可以使用 Obsidian 的語法，它就是用2個百分號開頭跟2個百分號結尾。那這2個百分號中間的內容呢，就不會呈現在你的預覽的畫面裡面。那接着就是嵌入網頁的寫法那我們可以直接用 HTML 的這個 iframe 這一個標籤來做那在 src 這個屬性裡面寫上你的網址就可以了。那這樣子就會是一個嵌入網頁的一個寫法。不過比較簡單的做法，大家可以去使用 Symbol Embed 這個外掛這個外掛可以直接把你輸入的 HTTPS、YouTube 或者是 Twitter 等等的網頁呢，直接就變成是一個嵌入式的一個內容。後面這些第三方整合的這些語法就不是標準的 Markdown 的語法了那都是
Obsidian 裡面自己資源。那首先是這個 Mermaid 我們有關於流程圖的一些圖表這個內容，這個是原先 Obsidian 自己核心就有資源的一些語法那它使用就是 Mermaid 的這個一些語法，我們只要在我們的內容裡面用程式碼的方法指定好 Mermaid， 然後寫上 Mermaid 的這一些能夠辨識出来的这一些關鍵字以後，就能夠呈現出是這個圖形出來。比如說這是一個 UML 的循序圖，那後面呢這個是一個扇形圖。好，那後面它也有整合了更多別的功能那這些都是要透過外掛才能夠來實現比如說畫圖用的 Xcode 9或是 Diagrams， 那這個 Diagrams 呢就是以前的 Draw.io 啦，或者是跟表情符號相關的 Emoji， 這些都是透過外掛來做呈現。那另外還有就是最後我們再講到這個雖然不是 Markdown可是跟我們筆記的內容有關的那就在這邊一起講，就是所謂的 YAML 區，也就是我們的筆記的最開頭上面，我們也可以用3個減號分隔出一個 YAML 區就是我們有一些預設的設定，它有一些關鍵字可以設定在這個區域裡面。預設的關鍵字有下面這幾，目前 Obsidian 把這幾個關鍵字當作是預設了一個可以辨識的識別字。第一個就是 text， 這個指定了我們這一篇筆記它的標籤名字裡面不能有空白，但是你可以用底線或者是減號当做分隔字元，不能全部是數字。因此你的標籤如果你要把它叫做2022，这個是沒辦法使用的，但是你如果是使用 2022Y 就可以，因此只要有一個英文字就可以當做標籤的名稱。然後我們也可以使用這個斜線正斜線來把它變成是槽狀式的標籤，也就是原來3C是第一層，後面這個 notebook 呢變成是第二層，它就會变成是一個槽狀式的樹狀結構出來可以是多層次的。那 tag 的寫法 Obsidian 裡面很彈性這幾種寫法都可以，就是你一個筆記有多個標籤，你就直接寫上標籤的名稱。那請注意井號都不要加，井號都不可以加。然後也可以把它用陣列的寫法，或者是用清單的寫法。這個列表的寫法標準的寫法應該是像下面這個每一個都是用減號空一格開頭，但是 Obsidian 裡面我試過這樣子的寫法也可以，只要用空白空開，雖然是列表的格式，它也會變成是3個標籤。那要注意就是說，你如果用這樣子的寫法要注意就是中間你不能用逗點，就是只要用空白就可以。那這個是它有關於 text 的寫法。那後面第二個關鍵字是這個 aliases，就是我這個筆記我們可以給它另外一個名字那這樣子方便我們在用 Ctrl O 引用的時候呢，可以很快的找到它。比如說我目前這一篇筆記它的檔名叫做用 Obsidian 學會 Markdown， 但是因為我在我的 YAML 區裡面呢，我有指定 aliases， 它的名稱叫做 Markdown 空一個 tutorial， 因此我用 Markdown tutorial 呢也可以找到同樣的這一篇內容。那這個就是標記的一個用法。通常如果你的檔名是有中文的話，那為了方便輸入你可以在 aliases 裡面直接用英文，那這樣子可以方便你来做搜尋跟引用。那這個是 aliases。那接着第二個就是這個 CSS classes。CSS classes 單數跟複數 Obsidian 都可以辨識得到。通常就是如果我的 YAML 區裡面有多個要制定的 CSS 類別的時候呢，我通常會用寫成複數的啦，但你用單數的也可以。那通常是我們在 minimal 的主題的時候會需要多額外指定我的表格的格式等等的這個時候就會使用到這個關鍵字。那另外還有一個 publish， 它這個就是跟 Obsidian publish 這個網站有關的就是說你這個筆記到底要不要發布到 publish 的這個網站裡面那 true 的話就是要發表，那如果是 false 呢就不發表。你如果有使用 Obsidian publish 這個服務的話，你就可以直接在使用這個 publish 這個關鍵字來做設定。好，那以上我們就是簡要的把 Obsidian 裡面非常常用的幾個 Markdown 呢全部做了一個完整的介紹。那希望透過今天的這個完整的介紹的內容，大家對於如何在 Obsidian 裡面非常方便很好的來使用這個 Markdown 呢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同時也能夠更加協助你做好你的筆記，寫好你的筆記，從而產生更高的生產力。那如果能夠達到這樣，今天錄這麼久的這個影片呢就有了一些價值。以上就是今天的完整內容，謝謝各位。